最近啊，我好几个网友给我发私信，他们发现川普身上有一个特殊癖好，这个毛病和美国总统的身份是严重不符。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25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新朋友敬请先订阅。照例我们要聊5件重要的事儿。第一件事啊，还是老川的，谁让他是宇宙的中心呢？很多朋友发现他有个毛病，就是中国人俗称的扯裤子。我们看看今天的报道。据6月25号福克斯新闻，川普在飞机上表示，伊朗人挺不错的，他们提前和我们的沟通，他们说我们今天要向你们的美军基地开炮，1点钟可以吗？我说没关系，然后所有人都撤离了基地，这样他们就不会受伤。核设施被轰炸以后呢，他们需要发泄怒火。您看吧，这不等于又把这秘密的电话全部公开了吗？因为在这几天啊，伊朗一直是向国内的民众以及国际上支持他们的人呢，表达一个观点，是美国总统川普祈求我们停火，我们才被迫同意的。第二呢，最后这一发炮弹啊，还是伊朗人打出来的，也就是什么时候停火是伊朗人说了算，这范儿多高。没想到今天啊，老川把这底全透了，而且打之前报复之前啊，先给美国人商量，我要打你什么地方啊，1点钟开炮行吗？美国同意了，哎，他才敢。好，这个事儿呢，马上他又发了第二件事，是在自己的媒体上发了一段视频，这个背景就是炸炸炸炸伊朗，不停的重复这句话，那个画面就是 B2轰炸机的，这个就像小孩子嘛。我们上小学的3年级以前呢，大家不用腰带，都穿那种松紧带的裤子。我就有一个同学，我特烦他，他就有个特殊癖好，他就爱扯别人裤子，尤其是什么，在人家后边嚓一直扯到底下。所以说啊，这小子这毛病人人都烦他。没想到长大以后人家还从政了，现在在某省会城市担任一个副区长。看来这扯裤子的毛病啊，老川也学会了。第二件事，我们说一下，伊朗现在正在进行一轮新的内部清算，那谁是倒霉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报道。据伊朗法尔达报报道，伊朗将处理巴斯基武装和军队的逃兵最高为死刑。在以色列和伊朗为期12天的战争期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中的士兵、军官和各类军事人员的逃兵数量激增。一些逃兵因害怕遭到以色列轰炸而选择逃离军事设施，前往秘密藏身处。在这一波逃兵潮发生后，伊朗部队总参谋部向各军种发出严厉的命令，称任何不服从命令或逃兵的行为都将对共和国的安全构成严重打击，并将被视为叛国行为，无论是出于帮助敌人还是出于个人原因。命令要求对逃兵施以严厉的惩罚，直至处决。大家应该明白了，那些当兵的他为什么跑呢？是因为无论是发射系统还是在那种革命卫队办公大楼啊，这个已经明确是袭击目标了。而且以色列有的时候在袭击前呢，都已经发了大量的传单，而说我们在某年某月我们要进行袭击，你们赶紧跑。像德黑兰首都跑了500万人啊，800万人的城市跑了500万，那没跑的被轰了也很正常啊。而且在无人机满天的情况下，你任何一个导弹发射架只要一竖起来就会被捕捉到，就会被摧毁。所以很多人呢，直接在发射车上直接跑了，小命要紧。在这儿呢，有些人心里就不服了，其中有些人就讲，那德黑兰的权贵跑了500万，他们怎么算？另外，最高领袖您带着自己儿子和一些亲近的人都跑到了远离德黑兰
都接近这个边境了，快到了土库曼斯坦，随时为最后逃亡这个俄罗斯做准备。您在那郊区地堡底下，这怎么算？是不是也要枪毙？看来这个伊朗人啊，尤其是这些逃兵的士兵啊，还是想讨要一个说法的。这件事其实也让我们想到了一个慈禧太后，她当初啊有句名言叫做“我治不了洋人，我还治不了你”，因为她在义和团的怂恿下呢，向11国宣战，最后是一败涂地。这几百万军队愣是没挡住那2万的八国联军，所以说一败涂地之后啊，他就发现我要出这口气，既然治不了洋人，那就把这些怂恿我的人啊咔嚓了。我们看一下历史史料是怎么记载这些大师兄啊义和团会受到了怎样的清算。慈禧在回銮北京的途中发布上谕，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就说我跟11国宣战，都怪你们这些义和团。然后呢，直隶总督袁世凯借机开展血腥的清剿。据山东巡抚衙门记载，1901年春在德州处决的义和团俘虏达1783人，刑场周围3里内腥风不散。然后其他侥幸幸存的首领，什么陶福田流亡东北啊，靠给俄军当马夫苟活。天下第一团大师兄张德成在直隶深州被地方团练捕获，绑在木桩上浇油焚烧。看，当初这些人呢是怂恿慈禧，最后被清算的，他还是这些人。第三个，说一件提气的事啊，英国呀增加了一个核打击能力。我们看报道，据英国路透社，英国启动空中核打击力量。英国将采购具备核投射能力的 F-35战机，英国将至少采购12架。这些战机具备搭载核能力的武器。在美国总统川普威胁减少对欧洲安全支持的背景下，英国首相斯塔默此举被视为英国自身力量安全的保障。斯塔默周三北约海牙峰会上宣布，将采购洛克希德马丁制造的 F-35A 隐形战斗机。这项采购将使英国皇家空军在近25年来首次重新承担核打击任务。近年来，英国一直依赖其核潜艇的持续部署来对抗俄罗斯等对手提供战略威慑。但是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开始，世界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模式。一开始啊，英国的核力量它主要是潜射，神出鬼没吧。空射啊，后来给取消了，也是为了降低成本。但现在的世界不一样了，老美呢有时候经常闹着要退缩，你退了，那我就要重回世界文明阵营的领袖。既然当老大，你手里必须得有点玩意儿啊。所以这次他采购美国战斗机，搭载的将是自主研发的战术核武器。这个呢也是一个弥补。战斗机有一个非常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快速部署，快速进行打击和反击。因为在上个月啊，英国的外交部长啊，他叫外相吧，叫外交大臣，他向俄罗斯喊话：如果你首先攻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反击。你既然想当老大，来罩着小弟，你手里必须得有点玩意儿。好，第四件事也是这次北约峰会啊，我认为最大的收获者不是老川说由 2.5 提升到 5%， 他未必能够多卖武器。但是呢，乌克兰在这次上应该是收获颇丰。我们来详细看一下。第一，是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今天北约盟国一致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这对于应对复杂的安全局势和遏制俄罗斯进一步军事侵略至关重要。北约成员国将坚定地致力于集体防御和欧洲大西洋安全。我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看法没有改变，我不信任他。让普京看看现在的成果，他想分裂西方，现在芬兰和瑞典加入了北约，他想分裂我们，
但现在我们却承诺了5%的支出目标，所以他肯定不会高兴的，他也不会对这次峰会感到惊喜。第二，这是一个硬事儿哈。在今天的会议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盟委员会秘书长会晤，他们受到民众的热烈支持，双方签署了成立乌克兰侵略罪特别法庭的协议。特别法庭将调查起诉对乌克兰犯下侵略罪的俄罗斯高级官员。这个毫无疑问，这祸首跑不了，那肯定是这个老普京了。好，再往下，还有更好的事呢。法国总统马克龙证实，第二批欢迎2000已运抵乌克兰。乌克兰新一批飞行员正在接受驾驶欢迎2000的训练。前段时间欢迎2000是露脸了，攻击了很多这个设施，这个 S300没有发现欢迎2000，这次又给了一批。还有，然后呢，丹麦将拨款12.6亿欧元资助乌克兰生产远程无人机，这个远程就是500公里，能够打到莫斯科的这个无人机啊，是丹麦出钱12多亿欧元。第五，荷兰仅以1亿欧元的价格向罗马尼亚转让了18架 F-16战斗机，这些战斗机将用于罗马尼亚的 F-16训练中心，该中心已经培训了来自乌克兰的飞行员。目前，罗马尼亚拥有70多架 F-16。这荷兰是这次的东道国，他呢就转让了70架飞机给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是乌克兰的邻国，战斗机飞行员就在那儿就行了。好，那我们再说第6件啊，老川和小泽的沟通谈的什么？这个有点跑题了啊，老川。美乌总统在北约峰会见面，川普说：“我问候了泽连斯基，看看他最近怎么样。”然后就开始说了，普京大概是被误导了，脑子有点糊涂。他不但想占有乌克兰，还惦记着其他国家。他又扯人裤子了吧？乌克兰想要爱国者防空导弹，但我们自己也需要。北约给乌克兰的钱得用在买军火上，不能用在官僚身上。美国的武器最好。他那意思还是说，欧洲资助你那些钱呀，要买武器。哎，主要是美国的武器最好。但在这儿呢，我想说一下，他实际上是在为普京开脱。你都执政了20多年了，作为一把手，谁敢误导你？他还说被人家误导了，这不就是等于是把这屎盆子扣给其他人吗？难道是说误导的人是国防部长，要把那胶合板大元帅给砍了啊？第5件事也是今天的一个重点啊。最近国内的媒体都在疯传一段视频，我也看了，确实是惊心动魄，简直就跟那好莱坞大片一样。就是在贵州啊，不是这几天大雨嘛，把一个高架桥中间的桥墩给冲散了，冲散了以后，桥中间断了，而这个桥是高到什么程度？距离地面啊，我看了一下，大概有20来米，也就是4、5层楼这么高啊。而这时候有一辆红色的卡车，咔就卡在桥上了，命悬一线。好在是呢，被人给救了。我们来看一下国内媒体报道。据潇湘晨报6月24日上午9点30分许，一段时长47秒的现场视频在社交媒体引起的震动。叫下荣高速三都往榕江方向的高架桥面上，一辆红色大货车的车头已完全悬空，车身与断裂的桥面形成45度倾斜，轮胎仍在空转，轮胎还转着呢，说明这还没灭火。画面中，一名路过司机用方言急促地喊：“师傅，快跳车，桥面还在裂。”而被困司机的回应带着颤抖：“车头下面是空的，跳下去就掉了。”啊，那意思就是跳下去就死了。随后镜头转向了路清的路面啊，可见下方的混凝土已经出现蜂窝状的碎裂，碎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四周延伸。最后啊，这个人确实是获救了，就是他没有往下跳，他选择爬在那车顶上，一直到车尾啊，应该是有人救援他，万幸哈。那后期啊，当地人就感觉呢，
可能人们就往那豆腐渣身上引，哎，他们就先预防性的给民众打了这么一针，那效果怎么样呢？咱们来看看啊。这个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地媒体说，本次桥墩采用的是简单的独轮墩和简易梯形支架啊，就是一个架上面插开那个模式啊。他说这种方式呢有个缺点，就是比较省钱，因为它成本比较低。然后呢，这个他们在2024年贵州高速集团的无人机的测试当中，该路段17座桥梁存在支座滑移、梁体裂缝等危害，但检测频率仅为每年1次，远低于规范要求的特殊路段每季度1次。就是规范要求你1季度1次，1年至少4次吧，他1年就搞了1次。然后呢，再往下讲，远低于要求每季度1次。如果在暴雨前做一次地质雷达扫描，或许能发现周围的延迟问题。一位不乱透露姓名的桥梁专家表示，简单的将事物归咎于豆腐渣工程是不对的，因为这忽视了喀纳斯地貌桥梁的技术挑战，更可能干扰科学调查的公正性。然后呢，他说今天的情况呢，属于长期负载作用下的正常损耗，与偷工减料存在本质区别。人家说了，我们没有偷工减料，都怪那长途大客车司机啊，大货车司机你长期超载，所以才造成了这10几处的问题。至于说老百姓认不认啊，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最后我想说一下我的一个体验啊，仅供你参考。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做生意呢，经常往返于梅州和厦门，一个在广东，一个在福建，这是俩省交界。那条路上就有数不清的隧道和高架桥，悬空确实有20-30米。那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纳闷了，我说为什么在隧道里，或者说在什么弯道啊，明明是双向4车道，单向是2车道，明明是没有施工，为什么非得把那个封闭起来？就是说施工。当地接待我们是那个招商局的一个副处长，他就说：“大卫，你还不知道吗？这玩意儿这交通厅不知道弄了多少钱呢。”哎，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上面拨下来款交通厅是负责用这个钱的，但是用的过程中，它就会存在这种转包的问题呀，是吧？最后干活的时候，那水泥标号就不一定了或者说干活的都成农民工了，他是否具备造桥的资质投标的资质在，但他马上就包出去了。要这种事儿你是难免的。当时我感觉呢，他那个神态他不是谴责交通厅，他倒是感觉为啥那个我没能调到你到交通厅呢？他有这种感觉。后来呢，经常熟悉了以后他就给我聊了一下，说其实在政府序列里有10大部门呢，属于是权力比较强的。他呢拍开了这个红口就是单位口他不管，他就说光省府里边吧，你就讲真正他就有10大实权部门，这里面就有交通厅。咱们作为体制外的人呢，就很感兴趣，我说你给我聊聊吧。他大概给我数了一下我还记得他说10大容易升副省的部门，第一个是省政府办公厅秘书长或者是办公厅主任，这个他就在领导身边晃悠，是容易升上去的，非常容易升成什么省长助理。第二个是发改委，是管所有的项目审批。第三个公安厅，公安厅很多时候兼省长助理或者是这个往上兼那个副省长。第4个财政厅管钱袋子。第5个就是交通厅了，因为很多在这个交通口铁公鸡都归他们搞。第6个国土资源。第7建设厅。第8人事厅。第9卫生厅。第10教育厅。像什么其他的什么科技厅什么其他统计局都不如这10大。他说你看吧，各省里边
真正是从什么厅上来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厅，其他的也有，但概率啊就小多了，好吧？至于说这件事有没有豆腐渣呀，这个咱不知道啊，看接下来的报道吧。这5件事就分享完了。最后，欢迎关注大卫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有意思的信息。新朋友记得先订阅。再见。